这绝对是2025当之无愧的开年第一猛剧。根据哈尔滨绞肉机真实案件改编，开播仅3天就霸占各大平台热度榜上。由王千源、任重等人饰演的肉联厂4人组，一夜之间成为所有夜店女郎的噩梦。故事开始于东北雪城。 4人组以邓立刚为首，他们经常在夜总会假装顾客寻找猎物，然后让宋红玉故意去接近，将目标骗到他们租住的出租屋里，一番敲诈勒索后残忍杀害。每次作案后，他们都会把被害者进行分尸处理。负责分尸的人名叫吉大顺，他虽然看起来憨憨傻傻，可分尸剔骨却做得游刃有余。你这以前学过啊？干中学吗？然而俗话说干得多错的多。 吉大顺做事马虎大意，经常把碎尸块冲进下水道里，而这次竟导致整座楼的下水道被堵。1楼住户急忙请人过来疏通。当管道工人一顿抽牌操作后，竟然从下水道里掏出了一根断指，手指头。很快，当地警方就接到报案，彭兆林带领刑警队立刻赶往案发现场。而此时，邓立刚几人恰好从外面回来，看到楼下停了好几辆警车，他们立马意识到事情不妙。我去上面收拾东西，你们俩到楼后边等我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 不拿东西更危险。这么做的危险程度，邓立刚自然清楚，但思维敏捷的他也知道，此时警察都在1楼勘察现场，短时间内还无法锁定具体的作案范围，而屋里的钱和工具，关键时刻却能帮他们逃出升天。趁楼后没人时，邓立刚把背包和衣服扔给了石壁和宋红玉，之后他提着一袋垃圾淡定下楼。可殊不知，此时彭兆林已经开始向楼上排查。哎，你好，等一下，您是住这儿吗？是。上哪儿去？我倒垃圾。警察，问一下人出几零几啊？401。邓立刚的从容应对，没有流露出一丝破绽。临走时，他甚至还故意打听发生了什么事，这更加减轻了彭兆林的怀疑。就这样，当着所有警察的面，邓立刚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小区。4人组在车上汇合，向城外驶去。与此同时，彭兆林终于排查到了402房间，看到屋里到处都被塑料布包裹，他立刻确定这就是分尸的地点。 上楼402。随后，他小心翼翼地进入屋内，只见厕所里面满是血迹，一台绞肉机摆在正中央，地上还有几袋没来得及处理的碎肉。而屋子里除了有血腥味以外，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蔓延。彭兆林顺着这股味道走到厨房，队友们此时也打了过来。当他们打开高压锅的锅盖后，差点被眼前的一幕吓晕当场。只见里面竟然炖着一个女人的头。威尔蒂斯先生。 随后，彭兆林敲开了401的房门，想询问对门住户的情况。可2个老人由于上了年纪，眼花耳背，平时很少出门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等刚才的胡子男回来。哎，您儿子还没倒垃圾回来？我哪有儿子？我就一个闺女。彭兆林瞬间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嫌犯，立刻打电话通知队友，派人排查所有出城的车辆。另一边，4人组已经逃到了高速收费站。就在他们准备交费过站时，工作人员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：“陈哥，哎，这条高速要封路，警察临时检查，